你居然明目张胆地包庇周秀丽，甚至不惜命令公安局长江正流同志对重要证人苏阿福杀人灭口，对我们检察院的正常办案横加干涉，制造障碍。我当时真的想不通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刘政委，你们局党委会啊，我就不参加了。你给我带个话给武成义同志，让他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少激动。513大案的经验要好好的总结呀。那这样吧，唐书记，我立刻就去公安局。等等，林市长，有些事情我也得跟你交代一下。好。你放心。刘政委啊，公安局那边的交接工作你就多费心了，我会提醒江正流的。唐书记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会和武成义配合好的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再见啊。子敬同志，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是不是不太准确？我知道周秀丽受贿渎职并不比你早，我是在她被抓的前一天才知道的。我骂过她，让她去自首，她也答应了。可是没想到，你们没有等她去自首，就在传讯后突然把她拘留了，这事很突然。那么，在这之后呢？我们检察院对周秀丽的判决提出抗诉之后，你为什么还公开的为周秀丽喊冤叫屈的，还指使人四处为她做工作呢？这仅仅是感情使然吗？王长工，你是不是怕周秀丽判了死刑之后，把你这个后台供出来？周秀丽在判决死刑之后把我供出来了吗？好像没有吧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这480万真的跟我有关系，我又没有把周秀丽给绑下来，那么周秀丽有什么理由不把我供出来？王长工，我们办案是重证据，不重口供。所以子敬同志啊，有些话我原来不打算说了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我还非得说不可。我们都是共产党人，共产党人讲什么？讲唯物主义，讲辩证法，讲实事求是，对吧？所以我希望你这位检察长和常山市检察院对我也能够实事求是。我已经不想和你再说更多的了，咱们还是谈工作。唐书记，有些情况呢，我想我还是要解释一下。不必了，林市长，你明明知道王长工有问题，可还敢把赌注压在他身上，你可真是艺高人胆大呀！唐书记，看你说的，这不是赌。我实话实说吧，你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赌徒，而且有点不顾一切了。唐朝阳同志，如果你是这种情绪，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是啊，我应该直接找裴军同志和省委谈，也许这样更直接。看来我有必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。你现在已经不是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了，你是一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。这里也不是哪个大会的主席台，也没有谁请你做报告。子敬同志啊，我很理解你的情绪，
我落在你手上，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。我甚至准备跟周秀丽一起上刑场。但是我仍然要说，必须实事求是。那张假护照不足以认定我的犯罪事实，我将要做无罪辩护。但是，我希望你自己也冷静地去想一想。我作为一个国家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，在自江省，我享有这么优越的条件，有什么理由去搞一张假护照？王长公，你心里很清楚，我们这个党和国家是容不得像你这样的腐败分子的。法律的利剑一直悬在你的头上，所以你一边贪婪地聚敛财富，一边像做贼一样的忐忑不安，千方百计地留后路，想逃脱惩罚。叶子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我王长公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好事，是不是？同志们，我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，难道就一天到晚的做贼吗？这就是唯物辩证者的态度吗？是事实吗？王长公，请你冷静一些，坐下。王长公，我并没有说你没做过好事，我也没有说你天天像贼一样。你能从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做了不少的好事情。公道地说，你来常山市做市长，贡献是很大的，并不只是搞了一个赔钱的飞机场，养了一群狐狸。王长公，你在城市规划、基础建设上，在这个资源型城市的定位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上，你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在你做市长期间，常山的改革开放确实搞活了，常山的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。也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些政绩和成绩，你才得到了提拔和重用，才做了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，对不对？因此，在办案初期，陈汉杰同志敏锐地发现了你的问题，盯着你不放的时候，我还为此产生了误会，还出于公心，曾经劝过陈汉杰同志。就在你公开羞辱了我之后，我仍然没有改变对你的政绩和成绩的评价。王长公，我这是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呢？林市长，从处分方案报到省委以后，你就一直躲着我，不肯跟我见面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见我，今天既然见了，有些问题我还得跟你交代一下。我现在没走，南部破产矿工的失业救助问题还要解决。哈，唐书记，请您做指示。不是指示，是提醒。这2天，我和郭秀同志又到南部矿区跑了2趟，发现许多具体的救助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，甚至刘省长特批的500万也没有打到专用账户上。林市长，你可以糊弄我，但不能糊弄失业矿工同志们的肚子。你记一下，南部矿区的工人们提了8条具体的意见。你说到陈汉杰同志，那么我也要说一说。这个老同志对我一直有偏见，自从我调到省里，他心态就没平衡过。关于我和周秀丽的风言风语，最早也是他搞出来的，还故意在会上给我辟谣。王长公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你和周秀丽的关系不是什么风言风语，你自己都承认了吗？
案子办到今天，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了。在你的问题上，陈汉杰同志他既不是出于什么心态不平衡，更不是要跟你找什么麻烦，他是坚持原则，支持我们依法办案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当你发现自己有危机之后，你竟然抓住陈汉杰同志的儿子陈小木醉酒打架的把柄，试图想跟陈汉杰同志做交易，但被拒绝了。他宁愿看着儿子为治安事件被关2个月，也不屑于和你这样的人为伍。当然，陈汉杰同志也不是什么完人，他也有自己的错误和缺点，可是他一身正气，而你跟这位一身正气的老同志比起来，你算什么？不过是政治败类。林市长，这些问题我希望你认真对待。我可能去保障厅。南部实业矿区我还是要来的，也许是陪着刘省长和裴军书记一块儿来，我不希望你难堪。汤书记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裴军书记很关心解困问题。那就好，林市长，好自为之吧。老大哥，你自己也多保重。说句心里话，有些事情可能我对不起你。对不起我没关系，但不能对不起老百姓。王长工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党培养一个高级干部是多么不容易。你今天走上犯罪的道路，不仅是你个人付出了代价，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们党对你多年的培养教育落空了，党的形象也因为你的腐败堕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今天我和我们身边的很多同志都在替你惋惜，大家都认为你并不是没有水平，而是你没有把自己的才干和水平用在为人民服务上。你把人民和国家赋予你的公共权利滥用了，所以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。法律必须对你的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和惩罚。子敬啊，你的话真的，我非常感动。现在我要向你检讨，在513特大火灾案的处理上，我是犯了不少错误，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不，你最对不起的是我们这个党和人民，不是对不起我叶子敬。你不是犯错误，你是犯罪，而且是性质严重的犯罪，所以你必须老实的交代。汤书记，我替你打回来吃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马马虎虎吃一点。下午啊还有不少事儿。汤书记，其实，有什么话说嘛，
吞吞吐吐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唐书记，我和同志们听到了一些议论。什么议论？说啥的都有。有人故意问我，唐书记怎么这几天吃食堂了？怎么就没人给他送行呢？哈哈，都知道省委要找我谈话了。是啊，刚来常山上任的时候，给我接风接了1个多月，要走了，没有一个人送行。最后2天还吃食堂。孙儿，你说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啊？其实这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这说明我在常山激起了官愤，我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孤家寡人，那就孤家寡人吧。王长工，如果属实，请签字。别急，我先好好看看，别搞错了啊！不会错的，仔细看看，我们不仅有笔录，还有录音。哎，啊，这里就错了吗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说跟周秀丽是情人关系了？啊？小白，放录音让他听。来会儿没啥，还不错。来一个。哟，老张来的够早的啊！够。唐书记，听说您要到省劳动保障厅去？是啊，怎么？你想跟我一块儿去啊？不是，唐书记，我有个亲戚啊，在劳动保障厅当副处长，正巧啊这几天呢在常山出差，想请您吃顿饭，不知道您有没有空啊？不必了吧？我到省劳动保障厅只是挂名，恐怕帮不上什么大忙。好，唐书记，您慢慢吃啊。好。叶子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定要做无罪辩护。这是你的权利，王长工。你可以不承认，你也可以翻供，但是，我这个检察长和常山市人民检察院，照样可以根据你的讯问笔录和从假护照上提取的你的指纹，代表国家对你提起公诉，带下去。哎，停下！他那个扣子掉了，给他钉上去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在押犯人也要衣着整齐。叶姐，对了，王长工的那2张外汇存折你咋不提呢？能提吗？秦慧人找到了吗？王长工能不赖账吗？是啊，找不到行贿人，最多也就是个财产来源不明。是啊，财产来源不明，最多判7年，重罪就变成了轻罪。所以，吴处长，你们不能松劲，要继续查找这个行贿人，一定要尽快找到。叶姐，确实太困难了。要我说，咱们还是跟王长工提一提，听听他的解释。王长工的解释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又是周秀丽背着他干的。叶姐啊，咱们这回可真碰上硬对手了。我看没这么硬。
你把王长工在常山做市长时批过的所有项目都查一查，重点放在涉外项目上。20万美金，160万港币，不是个小数目。没有巨大的利益，人家不会轻易送给他的。叶姐有道理，我今天就去外经委。叶姐，匿名信是省纪委批转给市纪委的，市纪委把我找了过去，了解了一下情况。举报信上说，你收了放火犯扎铁柱和方舟装货公司的好处，把放火案办成了失火案，已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，署名是常山一批正派的国家干部。我一看笔记啊，很眼熟，又是那个卑鄙小人方清明写的。叶姐，方清明不光是写匿名信，还在暗中煽动闹事儿。哎，是的，叶姐。和匿名信内容大致相同的一份小传单已经出现在常山街头。10几个受害者的家属看到以后呢，到法院搞起了上访。法院把情况给我们通报了，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。不能让朝阳同志就这么冷冷清清的走。我们市人大要开一个隆重的茶话欢送会啊，估计来的人不会很多，你通知一下，科级以上干部参加就可以了。好吧，陈主任，我安排就是了。哎，等等，今天晚上在西郊宾馆，我要请朝阳同志吃饭，你安排一下。好的。这个方清明怎么还不接受教训？叶姐啊，人家方清明还说自己很委屈啊，说自己啊虽然有些小问题，但功劳更大，不但奋不顾身地帮我们举报了犯罪分子周秀丽，还客观上帮我们查出了大腐败分子王长工，说我们检察院呢不该起诉他。人家一口咬定啊，你叶检察长对他有偏见。按方清明的意思，我们还应该给他立功受奖，是不是？这判2缓3就已经考虑到他对我们的协助了，对他就够客气的了，他还闹什么闹？叶姐，方清明上次来访的时候，我还专门教育过他，我就怕他再乱写什么匿名信，没想到他还是写了。不过他上一次来的时候态度还算不错吧，只是向我诉苦，说在常山这个地方没人理了，走到哪儿的人都不说话，大家躲他就像躲瘟疫似的。这个人就是瘟疫。如果这种人有市场的话，大家不躲着他，反而追着他，这社会能健康吗？能不乱吗？一定要乱的。叶姐啊，方清明这个人太胡闹了，要下决心实顿他。我这儿接到一个条子，我给大家念一念。我们在流血，我们惨重的伤口在流着鲜血。这儿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发疯呢。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问题，也涉及到社会秩序稳定的问题。他的这个小传单已经起作用了，一些不明真相的受害者家属已经跑到法院上访了。是否向公安建议对方清明收监？他现在是缓刑期间吧？陈检，你具体和有关部门联系一下，实行收监，并且追究他煽动闹事的责任。那好，叶姐，这事儿交给我来办。对，这事儿让陈检去办。叶检，你回避一下，免得方清明耍赖。陈检，我想这个方清明，他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我建议你们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，好吧？没病就收监，有病还是要给他看病。叶姐，你也不看看他写的那堆东西，条理清晰，思路清楚，他哪有什么精神病啊？我看呐，就是一般的作家和记者，只怕也写不出来呀。还是送去看看吧。精神病有多种类型啊，偏执狂就是一种啊。方清明现在的表现就很像偏执狂患者的表现。你看他直到现在还咬着放火不放嘛。叶姐，这当初讨论火灾定性，开检委会时，我可是按您的要求才谈了不同看法。
哎呀，陈姐，你怎么又重提当初啊？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批评你，是不是？我最初不也以为是放火吗？就是。哎呀，陈姐呐，作为一名检察官，该有的原则和立场还是要有啊。啊，是的。叶姐，还真让你给说准了。这个方清明啊，嘿，还真是疯了。现在啊，被扣在人民公园派出所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咱们还管不管？怎么能不管？你辛苦一下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。那方清明住院的钱谁出啊？再说吧，总不能让他在社会上再这么胡闹吧？咱这又不是慈善机构。再说，咱那个检察大楼不是还停在那儿呢吗？哎，陈姐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你最好到市财政交上要钱。这回啊，恐怕得你亲自去一下。汤局长，我已经几次请他吃饭，哎，人家都不来，还说是要廉政。哎，你要是能亲自出面请他一下，也许他能给你个面子。好吧，那你就安排一下吧。好，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去了啊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。喂。哦，老书记啊。翠晶啊，我今晚给唐书记送行，你来陪一下吧。哦，找唐书记谈话了。好像是这样。你马上过来，我去接唐书记了。好。还有谁啊？就我们三个。好。哎，你走，走。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，能够抛得了乌纱帽，舍得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二位就是这样的同志，我敬佩你们，真的。来，老班长，子敬啊，谢谢你们为我送行。要是没有您这个老钳工，没有子敬这把扳手，我这颗螺丝钉啊，没准还松着呢。你终于自我批评了啊，也承认耍滑头了。
我倒不承认我是耍滑头，对事物总有一个认识过程。再说，这也叫领导艺术，工作策略。周主任，周主任，我是清明啊，我是您的人呐，周主任。别喊了，别喊了。啊，病人幻觉中的周主任是什么人呢？哦，是病人以前的一位女领导，她叫周秀丽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被判了死刑的城管委女主任啊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惭愧啊，老班长。最初的时候，我也有私心。513那天晚上，大富豪娱乐城那把大火一烧，我就想到今天这个结局了。说实话，我真想避开这个结局。可是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，我不敢耍滑头。比如定放火，比如换检察长。在这些大的问题上，如果我耍了滑头，那今天长山的局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。王长工、周秀丽和一大批腐败分子就全都溜掉了。唐书记，就为这，我也要敬你一杯。子敬啊，还是我敬你吧。让我敬敬你这个优秀的检察长，在513大案的办案过程当中，你和检察院的同志们用忠于法律、忠于人民的勇敢行动，向世人证明了一种精神、一种人格、一种法律和道义的力量。谢谢。哎，子敬，朝阳说得好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谢谢老书记，谢谢，谢谢。两位领导，是不是故意不让我吃这顿饭呢？说实在的吧，没有二位领导和市委、人大顶着压力的支持我，这个案子怎么能办得下来？王长工他怎么能伏法呢？啊，这样吧，我敬二位好吧？说心里话，在二位领导身上，我和我的同志们看到了依法治国的真正希望。好，那就为依法治国的希望干杯！来，走吧。王书记啊，王书记，王书记，裴成，你们这是？黄书记啊，我们破产矿的干部职工啊，想给唐书记送个行。啊，大伙儿来晚了，唐书记昨天晚上自己悄悄地走了。啊，同志们，唐书记临走的时候给大伙儿留了一封信。同志们，你们的心我领了。现在，我只是想说，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。限于客观条件，你们的低保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，许多同志、许多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。我内心有愧，但是这只是暂时的。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：党绝不会忘记工人阶级的。这次我到省里去，会到民政厅去，专门谈长山的弱势群体解困问题。如果民政厅解决不了，我就去找赵培军书记，请同志们等着吧。南部煤矿，我还会再来的。当你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，我一定会一醉方休。
20万美金和160万港币，已查清楚。行贿人是香港生辉地产集团执行董事欧阳慧玲。1997年，王长工在任长山市市长的时候，大力整顿市容，集中处理了闹市区的几处烂尾楼，将位于人民广场的一处烂尾楼处理给了生辉集团。事后，欧阳慧玲出于感激之情，于1999年的3月和7月，分别给王长工送了这2笔外汇。因此，欧阳慧玲不认为这是行贿，在证词中坚持说是朋友间的往来。他怎么说是他的事儿啊？这法律上明明有规定嘛。我看这事儿啊，可以认定。叶姐、张姐，我担心到法庭上会有一番激烈的争论。在昨天的审讯中，王长工很激动，说自己虽然收了这2笔外汇，可并没有为生辉地产和欧阳慧玲谋取任何非法的利益，仍说要做无罪辩护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叶姐，我谈点看法。我认为王长工这20万美金和160万港币的存折出现在周秀丽租用的保险箱里，进一步证明了王长工和周秀丽的利益关系。同志们，现在看起来情况还是不错的。480万，王长工是赖不掉的；20万美金，160万港币，他就更赖不掉了。高处长分析得很对，他王长工的外汇存折为什么会出现在周秀丽的保险箱里呢？还有假护照。当然，在法庭上可能还会有一番争斗。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拿出100倍的信心，奉陪到底。就这样吧。叶姐，你们检察院10几台车年检都没过关，估计要罚款。车管所的同志要来找你们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别闹得大家不愉快。你歇着吧，老弟，我是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姐，你不能耍赖啊！我耍什么赖了？哎，说正事儿吧，江区情况怎么样？已经确诊了，是肝癌，今天手术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不是说肝硬化吗？江局怕上了手术台下不来，所以一定要见见你。那我们快走吧，走。叶姐，对王长工的起诉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昨天上午我们刚开了一个专题会。王长工这个人很狡猾，杀人灭口的事落实了吗？没有，这事没有旁证，恐怕不能上起诉书。是啊，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。不过叶姐，请你和同志们相信我，我不会无中生有，的确是事实啊。我相信你，同志们也相信你。虽然不能上起诉书，可是你这次的举报还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，起码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王长工的本质。我们还得好好的谢谢你呢。叶姐，我想几个事，就是陈波还不该拿下来。是的，这件事呢，我正想和你说一说。我们检察院党组研究了这件事情，已经打报告给市委和市政法委，建议将他调离执法岗位。这个市委已经原则上同意了。咱们可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也谢谢你对检察工作的关心。叶姐啊，
吴局啊，如果我上了手术台下不来，你们记着，王长公案子判过后，千万别忘了告诉我。你说的太严重了，你的手术会成功的。别那么想，想开一些，会好的。好好休息。